他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唐23岁，来自重庆私营业主；女嘉宾小刘23岁，来自山东播音老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片其实看得挺糊涂的，什么个情况啊？他的父母就是不太同意我们嘛。他觉得我们俩是异地，他是青岛的，我是重庆的。就觉得我们以后没有未来。那现在你在哪儿工作呀？我现在是在重庆，准备从重庆回青岛了。对，我是独生女嘛，我应该之后在他们身边生活的。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我应该回山东去发展。哎，你做什么的，兄弟？我做游戏工作室。去青岛呗。他父母还是不太同意吧？父母不同意，你们俩慢慢处，迟早有一天会同意的。我可能不太相信他吧，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说是他现在说的话，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还是在重庆的。那他工作到青岛稳定也是要有一段时间的这1年之内不知道会发生多少事情，最后的结果谁也说不准。我的天哪，不是还没发生吗？你们就想要发生事儿了？你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没有啊？他真的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在黏我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我在外面和朋友一起吃饭也好，我在外面工作也好，他就会不停的发短信给我，问我跟谁在一起啊，男生还是女生，喝酒了没有？那不是我关心你吗？我想要在意你呗，我才想要知道你在哪里。但是我也是需要私人空间的好吗？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就是有一次我们大2的时候，我在操场跑步，他当时看到我了，之后我们要去取快递的时候，他又看到我了，问我要微信，然后当时我就同意了。我们聊了差不多1个周左右就在一起了。1周就在一起了，在一起之后呢，不是挺好吗？现在毕业了吗？现在已经毕业了。毕业了，你不也选择留在了重庆了吗？对，过段时间要回山东。对，这怎么就牵扯你们俩这不谈得好好，怎么又牵扯到你父母了呢？因为他是把我就是介绍给他的父母，让他的父母就是知道我就是我是他女朋友。然后他其实也希望我能够把他告诉我的父母就过年回家的时候嘛，就和我的家里人说了他的存在我爸妈说他肯定不会跟你回到山东，就出现了今天的局面。就是两方犹豫吧，就是想听父母的话，我有想跟他分手。不是你跟你父母说了些什么？你父母让你跟他分手呢？爸妈听到他是重庆的，他就不会去同意，就是我跟一个异地的男生去谈恋爱。我就觉得那父母问题只是他们的问题，我们就谈我们自己的，是吧？应该还有别的事儿吧？有。所以不要动不动谈恋爱，一碰到问题就我爸妈不同意，我闺蜜说你不好，肯定还是2个人之间的事儿。说吧，说实话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就他朋友帮助他找工作嘛，是吧？然后我说我要帮他生活上一些帮助，他都不愿意。我特别气，他当时那个朋友还是个男的，就专门从青岛飞到重庆来，就给他找工作。这是个什么朋友这么好的？没有，他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，我们学的都是同一个专业平时我们就一起上课呀，一起下课，然后平时就是经常一起出去玩，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。我没有想到他会想的这么多，而且我跟他解释过，他只是我的普通朋友。但是你们后来还准备合租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你男朋友啊。当时我那段时间我的那个房子也快到期了嘛，然后他介绍了我一个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工作，我觉得机会很好啊。那我就想，那我再重新租一个嘛，就和就是朋友一起，2个人的话经济压力会小很多。但是这个人恰恰是你男朋友最介意的那个男同学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最后我也没有和他一起合租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。这小心眼儿，你看看。那时候他们就玩得特别好嘛，经常出去玩，都快毕业了，他还专门从青岛飞到重庆来，还跟他一起找工作。这不是你应该自己反省的吗？为什么女朋友不愿意跟你玩，愿意跟同学玩啊？可能因为我工作室可能有时候比较忙嘛，就很多时间没有帮到他。行，听明白了，反正已经听出点端倪了。哎，这小伙子怎么样？人怎么样？你给我们描述一下。很幼稚。他幼稚啊？他怎么幼稚呢？就是一到我们吵架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发各种朋友圈，就说自己的心情就和今天重庆的下雨天气一样。这怎么了呢？我真的就无法理解他这种行为。那我不是想让你关心关心我吗？那你平时也不给我发个信息，发个短信啥的，那我就从其他方面想让你关注你，因为你经常刷朋友圈的。那你在乎我就是平时看我的手机是吗？偶尔看一下呗。他平时就会翻看我的手机嘛，然后他知道我的前任是谁。
然后他还经常就是旁敲侧听的去问我，你的前任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照片？什么时候分手？为什么分手？然后我觉得他这不是没事找虐，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生气啊，然后不跟他说吧，他觉得我又隐藏了他一些什么东西。你老问这个呀？他是我女朋友，我就想知道他的过去啊。你初恋啊？不是，说你前女友，我怎么分手的？长得怎么样啊？喜欢吃些什么呀？你们经常在哪儿逛啊？说。他也没问我呀。问，这找事儿吗？所以你说你小孩，你看，用朋友圈来表达他不开心的心情，问我前男友的情况，还有什么体现出他的幼稚呢？姑娘，我觉得他特别黏我。黏的概念是，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告诉他我在干什么，跟谁在一起，男生还是女生，我自己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。哎，你这么喜欢他，你没跟他回山东去看看他父母啊？他爸妈一直态度比较坚决吧？你咋知道他爸妈态度坚决呢？上一次那不就他们俩就吵崩了呗？谁跟谁吵崩了？他跟他爸。就是我们的纪念日嘛，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因为我爸当时是不同意的，我爸看到然后就很生气啊，就是你不是说回到重庆之后你要好好工作，就不谈感情嘛？所以说你春节回家的时候已经答应你父母跟他分手了，是这意思吗？表面上跟父母说我会，但是我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希望把他介绍给我的父母，让父母就觉得他是我可以一个值得依靠，可以走到最后的人。那你到底跟你父母说了些什么，让你父母对这个男生这么反感呢？我没有跟父母说一些什么他的一些不好，我父母可能就比较反感就是这种异地吧。你有没有打算真的跟人回山东？我真的打算跟他回山东。都做了哪些实际的行动和工作？我都已经把那个工作室都已经卖了，电脑都全部已经打包给人家了。你说他在重庆连一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，就我怎么把他介绍给我父母？我父母都不会放心，就把我交给他。我觉得只要我有能力是吧，那到哪里都能发展是吧？你今天来干嘛来了？认错。认错？认什么错呀？你错在哪儿了？我们都看出来了。他就是遇到事情就会退缩，就会很怂，你知道吗？姑娘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？他就是欺负我，喜欢他呗。你知道啊？我知道啊。喜欢你吗？喜欢。你喜欢他吗？刚开始可能就一点点，之后他为我做很多事情，我也很感动，就可能慢慢就成为一种习惯了吧。是喜欢还是习惯啊？喜欢。人家要跟你去山东，带人家去吗？想带呀。那你怎么面对你父母呢？所以我就是想让他就是有什么压在心里的话你说出来嘛。我想让他有足够的实力站在我父母面前。这实力是指什么呀？就是各方面让我爸妈都放心，比如说在青岛有稳定的工作，一心一意的对我好。这就是他现在对你三心二意吗？没有，就可能有的时候会性格不一样吧。所以其实听了一圈儿，你有句话说的特对，就是他就仗着我喜欢他，他欺负我呗。对，你们听听老师们帮你们做做分析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现在在用现在的这些的快乐和相处的时光去透支未来的痛苦，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件事划不划得来。因为现在对很多的年轻的情侣来说，他们都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会考虑未来很远的问题。哎呀，未来我们分手要怎么办呢？万一你爸妈不同意，我爸妈不同意，该怎么办呢？每天两个人就因为这些未来还没有发生，甚至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问题，引发到现在的争吵，消耗了现在本应该快乐的在一起的时光。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分手了，在你们的回忆当中只剩什么呢？只剩当时我们争吵的是未来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所以我一直提倡谈恋爱，我们就活在当下。你之所以那么没有自信，无非就是因为你喜欢他多一些，他喜欢你少一些，他经常仗着你喜欢他这件事儿而肆无忌惮。感情不是说一定是平衡的，但如果你认了，我认了，我就是喜欢你多，我就这样，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，
那就可以。但如果你不认，你心里是不平衡的，这段感情是一定走不下去的。同样想对女生说的就是，为什么你需要空间？2点吧，一点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时间，第二点就是确实没这么喜欢他，他天天黏着我就是烦，也没关系告诉他，但不能藏着掖着，然后自己心里在做盘算，而不让对方知晓。其实你的爸爸妈妈只是你的幌子和借口而已。所以现在何去何从，我觉得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们2个人现在在一起的一天就开心一天，之后未来的事情，至于各自的路怎么发展，那交给未来吧，好不好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张大老师。来，曲总。与其说他现在不具备站在你父母面前的实力，不如说你没有在父母面前去坚定地说我要和他在一起。你所有在父母面前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坚定，都加深了父母说不要和他在一起，因为他看到了你们之间的问题。每一个父母都是为自己孩子着想，很自私的为你好，他们是捕捉到你内心的犹豫和不坚定，你不够那么喜欢他，更谈不上什么爱，一天不见面，打一个电话都觉得烦。在自己有心事的时候，居然第一个想倾诉的对象不是他，你要让我静一静。显然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非常的低，甚至于在某些层面不如那个男生。那个男生能在工作方面帮到你，能依稀让你看到未来可能依靠的那对象的影子，不一定是他哈，但那个形象应该是。所以说他肯定不是你最理想的那个男朋友。所以说既然没有想好，那果断给对方一个清楚的了结，暂时的了结，就说我们可以分开，你愿意在哪儿发展就在哪儿发展，那是你的事情。男生，如果你愿意追他而去，但并不一定一定要强求这段关系的继续。既然你为爱做出了说我现在把现有的工作室都转了，我要去青岛发展，他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，她怕辜负你，索性这边工作室已经转出去，对不对？你就去青岛去发展，做出一番样子让他看看，但并不一定说我是为了你而去青岛的，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不给他看，给自己看。你即使付出了100分，有可能没有回报，那没关系，你做到自己成熟，你可以去青岛，但是千万不要给这个去青岛加一个定义，说我是为了你。你可以不把他带到自己的父母面前，你可以在青岛又多了一个朋友，那就是他，需要时间让你考虑清楚。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所有的行为，所有的决定都由自己内心出发，不要做勉强，也不要打任何人的幌子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我真的挺喜欢今天这2个年轻人的。那女生呢，就是从感性上来讲，觉得这个男孩对我特别好，是有一点喜欢他。那男生呢，是炙热的，是真诚的。我挺喜欢你们俩的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人生面对情感、面对生活的时候，就是感性和理性这个天平上在寻找平衡。女生，你这个时候你的理性站出来，告诉自己，我所眷恋的这份小温暖的感情不足以去承载我对生活的需求，所以你会处处觉得它不对，这是你的理智在不断的提醒自己，我不接受这样一个状态的男朋友。但我想提醒你的是，姑娘，一个20出头刚刚大学毕业的男生有多成熟啊？真正在这个年龄就很成熟的男孩子，他又有多深的城府？适合你吗？所以你自己要去权衡。但有一点我想给你的建议是，当你判断的感情你不想继续的时候，你反复的拖延，甚至还流泪，刚才似乎有一丝眷恋，其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消耗。如果真的想要的爱情和生活不是这样的，没有错，就大胆的告诉他我们不适合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女人在说男人幼稚的时候，是有细微的差别的。一种是面带笑容的疼爱，还有一种是面无表情的嫌弃。但只可惜被说成幼稚的那个男人，往往分不清楚两者之间细微的差别。其实从这个故事了解的一开始，直到你哭之前，
大概大家都看得清楚，你不喜欢他。但是当你一哭，大家就有点迷惑了。哎，你这到底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？你的眼泪是为他而流吗？是为你们俩之间而流吗？你是在哭自己的委屈，是吧？没有，就是我还是想和他好好在一起。我觉得你是在哭自己的委屈，你的委屈在于明明没有那么喜欢他，但是他的爱让你感觉非常的压抑。明明父母不喜欢这样的男生的，你也没那么喜欢，但是他对于你的种种诚意又总是让你想要解决，在父母面前露出他的问题。而且你的流泪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离别，这种离别在于对于校园的依依不舍，对于曾经在校园里面有一个天天追逐你的男生依依不舍。但那个男生是谁不重要，关键是你的不舍是这种追逐和这种温暖。我简直无法想象刚才曲伟说让他去山东找你，好可怕。他要是真来了的话，你会认为我欠你欠的更多了。所以你自己心里掂量吧。固然我们看来你好像欠了他的，但其实是他自愿付出的，你也不必有负担。那你今天最需要做的就是你要说出自己真实的心声，而千万不要因为我内心的压抑，我要用一种所谓的善良来浪费更多的时间，那才是真正的伤人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前2天就专门下了一个这个纪录片《极限攀岩》，它其实讲述了一个世界顶尖的一个攀岩者、极限挑战者。后来这里面就讲到了他跟他现在女朋友的一些这个情感问题，因为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是特别孤独的人。你在镜头上面看，用我们世俗所有的眼光来看，就是他女朋友一味的爱着他，他完全对这个女朋友无感。其中有一个细节，女朋友在量房子，他就木木的站着，他都不知道该干嘛。你们可能觉得我讲这一段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其实这段话是我说给你听的。世界上面对于爱情没有精准的定位描述。我爱上了你，一心一意，你浑然不知，只是享受。你甚至于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无聊的人，但这不代表这不是爱情。爱情绝对不是功利的。当一段爱情来临的时候，或者你们认为是爱情的时候，你们就好好的去认真谈你们的恋爱，不要去消耗那些恋爱之外的东西。你好歹留点美好吧。想清楚。说实话，我没有打算嫁给你，我现在只是喜欢你，更多的还是习惯。我不欠你什么。我们俩要发展的前提条件，至少你要来青岛。但是即使你来了青岛，也不意味着我就嫁给你，也不意味着我就会爱上你。这并不冷血，让他去做选择。男生也是一样的，为段爱情放弃点东西有什么呀？这么年轻，23岁，对吧？你未来这种人生的放弃和选择多了去了。好好恋爱，好好生活啊！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我就觉得吧，我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以后要找的人，因为我是真的打心眼里崇拜你，很喜欢你。无论你说我幼稚啊、不成熟也好吧，我就觉得我是真的想让你在乎我，在意到我的一些感受。因为我也觉得这是我大学到以后最真诚、最真挚的一段恋爱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对你好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也会跟你回山东的，我也想让自己变得更强，更有能力。希望你能跟我好好的走下去，相信我们。未来的我们是未知数。时间到。
这个记忆箱里大家看到的是物件啊，但是背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。问问吧，女生给男生的一本书是吧？因为他一直说话都比较笨嘛，然后觉得也很幼稚，所以我想通过读这本书让他增加一些就内心的一个涵养，知道更多的为人处事的道理也好，说话的方式也好。这壶是？因为我知道他爸喜欢喝茶嘛，我就想让他爸妈尽早同意我们，我也会好好的对他好的。请回吧，两位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我就知道他是爱的人，你比别真的烦，发现你现在更爱一点的说出来。同意人家跟你去了哈，出来啥意思？我想和他好好走下去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难独占，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，拥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拥有？恋爱啊，就开开心心的谈。别想那么多，用心谈最重要，知道吗？